有这么多可记的？你看你自己可能看习惯了，我看你可是新鲜的很。怎么，你好奇我是怎么写你的？要看吗？并不好奇。面对我的体贴，竟能做出强马不带人之事，很难相处。不过杀了1800暗族就敢胡吹大气，就是这班长，略显浮夸，特别大一片，特别醒目，健忘。他竟然把我困在这阵法里，气死我了！谢雪晨，你混蛋！今日，他同我一起赏月。当然，准确来说，是我非要同他一起赏月。其实月亮不圆也不亮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但他一个人站在那里，瞧着很是孤寡。我就勉为其难陪他说说话吧。我跟他聊起了暗喻，他对我曾经的生活未做评价，也没有跟我提起他的生活。有时候我觉得，我就像暗域里的血月，而他，像人间那轮忽远忽近的明月，各有自己的位置，不曾交汇。但如果可以，我想让他知道，其实活着，也能不那么孤独。谢少宗主，我刚才可是替你挡了一剑呢，就算是幻境里的剑，挨一下也是很疼的。你怎么也不关心关心我？不如你把玉影刚刚化成的那颗魔丹让我吃了，我也好增强功力啊。穆玄灵，穆玄灵，你醒了。谢雪晨，你哪里不舒服？我身上疼，好疼。我头好疼，我心口好疼，我手脚也疼，好疼。这衣服，就连这衣服碰在我身上也跟刀割一样。你运功吸收魔气，就不会疼了。谢雪晨，我是不是中蛊了？为什么我会这么难受？你没有中蛊，你只是吃了玉影的魔丹，现在魔气重新入体，需要你运功解难。玉影的魔丹，好，那我试试。
天引力放若桃花千朵。你经过山长水阔，任谈笑自若，只因倾向我，只因你如昨，芳华灼灼。心随我跃进世间的花火。我心田因你放若桃花千朵。历经过山长水阔，任谈笑自若，只因倾向无道我，只因无扰你如昨，无情芳华灼灼。无念冷静忘记。谢雪晨，你干嘛呢？为我一高修士，有何要事啊？哦，穆玄灵的魔功破了摄魂骨，残留在大家身上的魔气，我也用琉璃明心丹清除了，明天大家就能醒过来。我来是想听你告诉我，穆玄灵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？没错，他是灵祖，因灵窍破损，迫于无奈修习魔功。那日在驿站与你相斗的，就是我和他，只是用法器遮掩了面容罢了。我就说他的腰疼怎么那么眼熟，你们俩骗了我这么久，他那日可是要杀了我。那日之事的确只是误会，况且论起因，也是你误抓秀宝鼠，动手伤人在先。这2日你应该看得很清楚，穆玄灵他没有恶意。你现在竟然都帮灵祖说话了？高修士不也一样吗？你如今对灵祖，也能手下留情。我才没有手下留情呢，我才不会呢。你明知穆玄灵修炼魔功，又知他身体虚弱，你如果真想对付他，大可直接传剑灵司来抓他，又怎么可能让他安安稳稳的在净化宫休养，还先来向我问明事情的缘由？我是不想旁人说我是非不分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如此信他，就不怕他反咬你一口吗？高修士是在说穆玄灵，还是崔婉婉？我相信高修士应该不会将穆玄灵之事告诉苏公主吧？我的嘴巴没有那么大，你的人你自己管好就是。谢雪晨啊，谢雪晨，你也不想想，玉影为什么叫玉影？她的魔丹你也敢随便喂？这可不算我轻薄你啊！竟然还敢下蛊！好个崔婉婉，就这么让她死了，真是便宜她了。早知她如此阴毒，就该将她碎尸万段。师父，崔婉婉已经死了，净化宫之乱也已经平息，你没必要因为她气坏了自己的身子。师父只是气旁人，你不必害怕。但是秋明啊，经此一事，你更该看清楚，在这世上，能相信的人和事少之又少，你最终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所以你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，更无弱点。明白吗？明白。昨夜之事我虽记不太清，
但也有片刻印象。谢雪晨的灵力尚未恢复，傀儡之乱闹得那么凶，仅凭你们5人，就能平息整场乱局。谢雪晨虽然灵力还没有恢复，但他观察入微，找到了傀儡的破绽。再加上南虚月的法阵是天下一绝，他2人配合，自然是能破除邪蛊的。此番成了雍雪城和玉秀山庄的情，不知何时要相还。这种不定之事，真是令人难安啊。仙盟同气连枝，守望相助，定是不会刻意讨这些人情的。同气连枝，守望相助，你当真如此以为？听闻仙盟修士卯出晨起，谢少宗主今日似乎起晚了些，难不成是因为想着什么人什么事，反复回味，夜不能寐，所以起晚了？休要胡言乱语。是我胡言乱语，还是有人昨夜趁人之危，胡作非为，坏人清白啊？昨夜是你自己先。我怎样？丹药是你喂的，我怎知你是无心还是故意？说不定有的人口是心非，嘴上说着不要，心里却……我只是为了救你。你这是承认了，你就是关心我啊。甚至关心到要去偷看我的小册子，我早说给你看了吗？你偏偏要偷看，难不成是觉得偷的更刺激啊？谁说我偷看了？我昨夜将它放在你的枕边，你醒来之后便会看到，便能想到我看了。哦，所以我没有隐瞒，不算偷看。谢雪晨，你觉不觉得这很诡辩啊？你这人就是嘴硬。哦，不对，你的嘴硬不硬，我最清楚。其实呢，还挺软的。原来能躲开，那为什么昨晚不躲？你能不能别躲了？亲一个。哟，穆姑娘，昨夜耗损甚多，这么早便醒了，可有好些？多亏谢少宗主昨夜相助，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这不，我特意来谢谢他。仙盟事迹，在金花宫逗留已是耽搁，还是尽快回云秀山庄，以传送阵回雍雪城。来这之前，我便已经吩咐下去，让人准备阵法所需材料。赶紧走，去与素公主辞行。他走这么快干什么？我又不会吃了他。